One More Thing 的环节。那么还有什么事情配得上 One More Thing 呢？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雷军刚才的演讲大家都看了吗？是不是已经热血沸腾了？所以要替雷布斯问大家一句：还有年轻人的第一台迈凯伦，第一台保时捷，雷布斯给你准备好了，你 OK 吗？现在旁边呢看到的就是小米的苏7，然后问了他们一下这个名字到底应该怎么读。产品讲解会的时候就是这么读的，但我老觉得这个字谐音会有点怪，我愿意叫它 SU7，他们说也行。然后这个颜色是橄榄绿，旁边还有一个棚里边是海湾蓝，官方还公布了一个颜色叫雅灰，就这3个颜色，反正没有咱们传统的黑啊白啊，不知道后续会不会有。你看咱手上拿着小米14，你看咱戴的手表就都是这个橄榄绿的颜色啊，看看桌面还是这个橄榄绿的颜色，但是这个橄榄绿啊，就是觉得有阳光和没有阳光的阴暗它是有变色的，我觉得很像牛油果的颜色。如果你对牛油果熟悉的话，你会知道，就是它没熟的时候就很像是前面的，就看起来稍微浅一点的，等着熟了可以及时的颜色就很像是后边那种暗部的颜色。这台车车长实际上有4.99米，是不是之前看那个工信部的图觉得很难相信这是一个这么长的一个车？然后它的车宽有1.96米，但是关键是它的车高的信息只有1.44米，非常的低。我觉得对于它的这种就是溜背的这种整个有点轿跑的感觉的车，一定要做得低，因为如果你做不低的话，你会整个车看起来非常的臃肿，就没有那种运动的姿态。因为什么它能做这么低？因为它做了一个 C2B 的，就是电池铝盘一体化，所以它能够把整个车身控制的还可以的这个高度。关键之前网上有张图，就是雷布斯自己开着这个车，已知它的身高1.8米，所以感觉一下车厢的地板应该也可以。站在侧面有没有感觉整个车身姿态非常的低？前风挡的角度28度，溜背的角度是17度。这个车有17个风口，注意啊，说的不是出风口啊，说的都是这些地儿，而且它都是真的，它有8个风道。但是呢，我其实算了一下，就是目前呢，它给你留着口，就是整个降风阻的这些口，其实也都是普遍的车比较常见的这个几个口。但是它也没讲这8个风道具体都是哪儿。但是我觉得它要是能在就是在这个位置或者在那个位置，就是也开一个会比较好。其实它现在开的这几个都是相对来讲比较常见的。咱们之前看到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就是降低风阻的，比如说隐藏式的门把手，人家没用，人家用的是这种往上开的，就传统的门把手。所以朋友们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冬天被冻住的这种事儿了。然后也用了一个无框的这种后视镜。但是下面要说到的这组数据啊，必须要来说，它现在是目前全球市场当中已知的风阻系数最低的一款车，0.195。是的，很夸张，已经1开头了。不过据说啊，扬浪后面 U6还没发 ，U6也是一个1打头的一个风阻系数。我觉得电动车就是把大部分的能耗其实全都用来对抗风阻上面了，所以它降低风阻的这种做法是非常必要的。它也有前备箱，别人的前备箱可能做个30升啊、70升啊，它很大，它做到了105升。105升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你托运的那个行李箱28寸的、30寸的，它一般里边的容积就是105升。当然了，它车头整个做的比较低，不代表你能往这里边塞得下那么大的一个箱子。然后整个车啊，就尤其是就是这一块的感觉，你会觉得特别像保时捷。但是啊，雷军人家在网上也曾经公开的表示过，人家就喜欢保时捷。我就感觉说，怎么跟鱼大嘴一样呢？就这些数码界的老板们，他们怎么都那么喜欢保时捷？问问你们，你们是不是也很喜欢保时捷？给你看一眼啊，下面的这个轮毂非常的夸张，说最早搞了1000个轮毂的样式，然后在里边挑出了这个，这是一个5幅的这种梅花状的轮毂，你想想谁？有没有点劳斯的那个味儿？然后是一个20英寸的啊，这个用的是米其林的 PSEV 的一个胎，然后看这个卡钳是不是可以？你感觉说放的位置非常的 OK， 就没放前面，给你放后边了，你就感觉说小米它是懂运动的，是懂车的，是懂年轻人的。你瞅瞅这4指的距离是不是可以？所以感觉说是不是应该有空悬啊？也是一个 Pro 的版本，有 Max 版本，就感觉说哇，之前电动车都是这么来叫法，就感觉很像手机。那手机厂商给你出了一个这个车，然后感觉这种版本就完全对了啊。这个咱们今天拿的毫无疑问是个 Max 版本，因为它脑袋上是顶着一个激光雷达的，但是它的激光雷达真的做的就是非常的圆润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它应该在风阻上也有一定的帮助，就很像是鹅卵石的一个这种感觉。你瞅瞅这个感觉滑不溜丢的这么一个边，然后它也是一个就是双 Orin X 的一个芯片，然后它有11个摄头，3个毫米波的雷达，像现在很流行的这种高速啊或者城区的这种 NOA， 包括无图支架，包括 AVP 的这种泊车都有。在车尾你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是不是看到的是小米？就是它感觉啊，就跟咱手机，你看我的自己用的这个，就是它会感觉说是在一起的。整个可能车上面的面积太大了嘛，就感觉每个字母之间都离得特别的远，就是觉得说，其实你就放一个小米的牌牌就可以了啊。不知道有一部分人会不会买车之后把这几个感觉抠掉？然后它这个是一个电动尾翼，是一个4档可调的。还有就是这边明确的写了啊，北京小米。虽然现在用的这个电池是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但是他们自己在北京亦庄也有厂啊，所以写北京小米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这个灯啊，就乍看你会感觉说车尾太扁了，灯的占的面积有点大，但是你仔细看它的细节，其实这个灯细节还是挺多的。然后整个车尾的这一块的扩散器也做的挺夸张的，我就感觉做一个这么运动的造型，是不是得给我整点假的排气声浪啥的？往这儿看啊。有没有很爽？这上面写了一个21000转，它的 V6 和 V6S 就都是这个转速。咱们现在已知的啊是华为的那个电机22000转是最高的，但是啊说雷军他在发布会上发布一个 V8S 的一个数据，有没有感觉说好像这个就很接近那个最高了？那个妥妥的要比最高还高了。我是觉得这个命名啊真的还挺像咱们汽油车的发动机的命名的。版本有单电机的，有双电机的，然后电池有73度的，也有101度的，续航有600多的，也有大概在800左右的，还有就是有400伏的，也有800伏的。当机内部呢管这个架构叫做摩德纳架构，所以车评们你们都知道吧？法拉利啊、玛莎呀都是来自于这个地方，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很经典的颜色，就是摩德纳黄。所以这个车我不知道它未来会不会有这个颜色。然后据说就是小米马上这个架构下最高可以支持150度的电池，其实也等于是现在就是业界最大的一个电池体量了。内饰呢现在还不让拍，但是毫无疑问的啊，就是小米的澎湃 OS 系统肯定会上车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拼生态，但是小米比别人的生态可能更有意义一点，因为它的用户非常的多。你像它的MIUI 的用户已经超过了6个亿，然后据说啊，就全家里边有米家设备的这种用户超过5台的，全国已经有8000万了，这么多吗？问问淘宝们啊，你们家里面是不是都有这个米家的一些东西？然后它后面啊，就是包括海湾蓝的这些配色，就是同色的手表，包括同色的手机，这些也通通都会有。之前网上就是说它的苏7的价格大概在30万左右，但是我们觉得它作为明年上半年上的一个车，这个价格至少说起售价来讲，绝对不会在这个价格，因为今年已经非常卷了，24年肯定会卷得更狠。要是这个价格怎么可能？所以它一定会价格更低。我们要问问啊，大家米粉们来说，你觉得这台车价格多少钱？你觉得 OK？然后看了半天，你感觉这台车行吗？